就在北戴河会议前夕，北京的气氛骤然升温，多地同步封控，传出抓捕消息，京城进入罕见的缄默模式。而在另一头，11座水库深夜同时开闸放水，毫无预警之下，下游多个村庄一夜间被淹，民众措手不及。那与此同时，又一位千亿级富豪经传出事，继地产、科技领域连环坠落后，大佬们的末日似乎仍在上演。而佛门重镇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则被官宣调查，涉及情妇、私生子与巨额财产，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清算正在悄然展开。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揭开这幅天灾人祸与政治风暴交织下的中国生存图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燕青。从7月26号开始，中国华北地区普降暴雨，但对北京和河北的很多居民来说，真正的噩梦是从7月27号各大水库同步泄洪开始的。在短短一天之内，北京的密云、怀柔、平谷、延庆，再加上河北承德至少11座水库同时开闸放水。官方的说法是为了防洪，是为了应对建库以来的最大入库水量。但对于下游的百姓来说，这突如其来的远超自然降雨的人造洪峰，带来的是家园被毁、失联和无尽的损失。这究竟是无法避免的天灾，还是规划和预警失当的人祸？我们今天就来梳理一下，在这场洪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7月27号下午3点，作为北京最重要水源地的密云水库开始加大泄洪量，最初是每秒80立方米，1个小时后激增到400立方米。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秒钟有大约5辆公交车体积的水从上游倾泻而下。那更让人不安的是，现场似乎在极力控制信息的流出。有位北京当地的主播想去现场直播，但他发现泄洪口附近有专人看守，根本不让拍摄。他只能跑到20公里外，才能拍到潮河、白河2条河的水位在疯狂上涨。为什么不让拍？是怕引起恐慌，还是怕人们看到泄洪的真实规模？我们不得而知。而这种不透明的操作似乎不是个例。在北京的平谷区有5座水库在同一天泄洪，但官方媒体在报道时罕见地使用了一个非常温和的词汇——泄水作业。泄洪就是泄洪，为什么还要用一个听起来无害的词来粉饰？这种文字游戏背后是不是想淡化事件的严重性？就在这些水库开闸放水的同时，下游的村庄正在经历什么？距离密云水库不到10公里的太师屯镇很快就被洪水淹没。在密云的大地村，1天之内就发生了5处泥石流。有网友披露，7月28号早上7点，楼下大批车辆随洪水漂流。8点，洪水淹没1楼，但没说明具体是密云的什么地方。而在怀柔区情况更加严重，7月27号当天，怀柔水库、大水峪水库等至少3座水库同时泄洪。青龙峡水库一开闸，下游的很多路段很快就被淹了。隶属怀柔的琉璃庙镇从26号晚上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那我们看到有北京市民在网上焦急地寻找家人，他说想知道琉璃庙那边什么情况，说是信号塔倒了。直到第2天，我们才从一个参与抢险人员的家属口中得知，那边雨特别大，地质灾害发生了很多起。一个北京的旅游博主也证实，怀柔山区在27号晚上是没有信号也没有网络的状态，多条公路因为塌方而封路。他亲身测试了一条绕行的山路，并提醒大家，山路窄，货车拐弯需占道，字里行间都是危险和无奈。如果说北京郊区的居民还在信息不畅中挣扎，那河北承德龙化县的村民则直接面对了被牺牲的残酷现实。当地的庙公水库也在27号紧急泄洪。
一位家在龙化县的村民一晚上没睡，一直在关注水情。他用近乎哭诉的语气告诉媒体，他的老家龙化县张三营镇通世营村已经断水、断电、断网，附近有很多村子都联系不上了。他说，他们也是泄洪，就是围场县有一个庙公水库，再不往下泄洪就有被冲垮的危险，所以他就泄洪。泄洪下游那些就遭殃了。张太营的几百亩稻地，瓜农种菜的那个大棚全部淹了，好多村的人员全部转移到县城里面，桥梁被冲断了不少。这是最直接的经济损失，对农民来说，这可能就是一年的心血。他所在的村子大桥被冲断了，他住在县城，离河床不远。半夜12点多停水了，他赶紧跑出去买了好几箱矿泉水，就怕洪水倒灌进县城。在官方通报里，河北有2人丧生，2人失踪。但我们都知道，在通讯中断、许多村庄仍是孤岛的情况下，真实的损失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浮现。而且鉴于中共一贯有瞒报伤亡的习惯，有些灾祸的真实损失，我们很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那么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那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结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去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没办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那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上，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请大家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进行购买。在天灾和人祸交织的华北水灾之后，我们要谈论另一场席卷中国经济和企业界的风暴。这场风暴没有暴雨和洪水，但它的破坏力同样致命。7月27号，中国家居零售业的巨头居然之家的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汪林鹏传出不幸身亡。这距离另一位家居行业的名人亮家居创始人曾玉洲出事仅仅过去了10天。而再往前追溯，西子电梯的刘文超、金点子的毕光军，这份名单在最近几个月变得越来越长。一个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行业领军人物，为什么选择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就以汪林鹏的悲剧为样本，来剖析这背后中国经济的衰退现实和中国企业家的宿命。汪林鹏的离去最让人不解和恐惧的是这个时间点。今年4月18号，居然之家发布公告说，汪林鹏被武汉市的监察委员会留置并立案调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留置了整整3个月后，7月23号，公司又发布公告说，汪林鹏的留置措施被解除了，变更为责令候查。那这也就意味着他恢复了人身自由，可以回家，可以正常履职了。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汪林鹏应该是没事了，风暴过去了。但仅仅4天之后，7月27号就传来了他跳楼的噩耗。
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疑问：一个人在恢复了人身自由之后，为什么反而会选择走上绝路？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评论，他是这2月尝够了监察委的3班倒大灯的苦日子。那还有人说，谁能顶得住调查？我爸原来是干部，90年代被检察院传唤24小时，回来后不敢一个人在家，后来精神残疾。这些评论背后指向了一个在中国人人自危却又不敢明说的现实：留置。这是一种凌驾于正常司法程序之上的由纪委、监察委使用的手段。在那个黑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一个人的精神和尊严造成了多大的摧毁？我们外人永远无法知道。汪林鹏可能身体自由了，但他的精神或许已经崩溃了。有分析认为，压垮汪林鹏的是3座无形的大山。第一座山是悬在头顶的司法悬剑，虽然解除了留置，但案件并没有了结，只是责令候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汪林鹏随时都有可能再被带走。同时，他持有的公司8.99%的股份，价值几十亿，全部被司法冻结，家人和高管也被牵连。这把剑随时会落下来。第二座山是经营的崩塌。汪林鹏曾经是湖北首富，身家高达368亿。他把居然之家从一个门店做成了年销售额超1000亿的行业龙头。但这一切在经济衰退的大潮下迅速瓦解。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对家居行业是致命的打击。居然之家的卖场出租率从接近饱和跌到了78%。那这意味着大量的商户正在从撤场潮中逃离。为了自救，他砸了40亿搞智能家居转型，但新业务的毛利率只有15%，而传统卖场的毛利率是63%。这根本不是转型，这是在持续流血不止。公司还背负着超过47亿的短期债务。5年时间，他的个人身家蒸发了243亿，公司股价暴跌80%。他从一个万众瞩目的首富变成了被调查的负面典型。那第3座山也是最沉重的一座，是心理的堤坝彻底溃堤。从云端跌落谷底，昔日围绕身边的官员、银行家、合作伙伴，如今可能避之不及。再加上在留置期间可能经历的一切，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巨大落差和孤独感足以压垮任何人。说到这里，很多人会以为这只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个人悲剧，但有知情网友透露了一个更深层的事实：居然之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营企业，它一开始就是北京市属国企华联商场控股的公司。汪林鹏最初只是被派去的掌舵人，即使后来引入了阿里巴巴等资本，北京国资委依然是背后的大股东。这就让汪林鹏的身份变得非常微妙，他更像一个周旋于政府和资本之间的超级经理人。他需要懂政治，也要懂市场。他的成功需要依赖体制的扶持，而他的毁灭也只需要体制内的一纸文件。当经济下行需要有人来背锅时，他就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群体。有网友总结出当代中国企业家的3条路：要么润出去，要么进监牢，要么跳下去。这句网络黑话道尽了无尽的辛酸和无奈。汪林鹏的悲剧是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个缩影。当房地产这张引擎熄火，多米诺骨牌一张张倒下，最终的压力都传导到了这些曾经最风光的企业家身上。他的离去也揭示了一个在权力可以随意践踏规则的环境里，财富和地位是多么的脆弱。今天你是座上宾，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言犹在耳，很多人评论说，现在的状况和那个时代何其相似。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能容得下失败的企业家，应该有透明的法律来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尊严。当一个又一个精英选择以极端的方式来寻求解脱时，
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时代的悲哀。那在我们谈过了天灾人祸的洪水和经济寒冬下企业家的绝望之后，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在这里有另一场风暴也在上演。随着8月初的北戴河会议临近，以及9月份即将举行的大阅兵，首都北京现在是如临大敌，但他们要防范的却是那些衣衫褴褛、有冤无处伸的上访民众。从7月20号开始，一场针对访民的大抓捕持续了整整1周。有亲历者说，第一天晚上抓走的人就装满了整整4辆大巴车。一位王女士说，警察明确警告她，活动范围不能进入2环以内，天安门附近更是禁区。她虽然是北京居民，但警察威胁她，如果敢去上访，就把她强制遣送回原籍。另一位上海市民刘东宝因为强拆问题上访30年，光是近2年就被抓了9次，关了270天。他说，现在在北京马路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这就是中国式的维稳，为了高层开会时的绝对安全，为了阅兵时的完美市容，那些最需要被听见的声音就这样被粗暴地捂住嘴，被清理掉。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的表面稳定，恰恰暴露了系统内部最深层的不稳定。当底层的冤屈被强行压制时，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大师正在经历什么。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调查的事，昨天我们已经报道过，今天有更多的细节流露出来。一位自称在少林寺习过武的知情人爆料，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因为释永信的私生活实在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奢侈。奢侈到什么程度？据这位知情人说，释永信喝的茶是几千上万块一斤的千年古树明前雀舌，睡的床是价值几百万的老木料，私下出行开的都是上百万的豪车。那与此同时，疑似释永信的老婆孩子也在网络曝光，女子肤白貌美，身材火爆，但目前无法确认传闻是否为真。根据大陆财新网报道，接近少林寺的人士透露，释永信是在7月25号深夜被叫走的。第2天，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信息就开始流传。上述人士透露，释永信在今年中国新年前后出国访问归来就被限制出境，接受主管部门谈话，但在国内还能自由活动。释永信当时谈及此事时语气温和，但到了今年5月份，当地政府就派人以少林寺管理处的名义常驻少林。这个新机构的成员主要来自于郑州市和登封市的宗教局统战部。报道指出，过去10年，释永信和少林寺与当地围绕着少林寺是否该收门票、寺院管理权属于谁、少林的商标权又属于谁等老问题争执不断。2023年开业的5星级中州国际少林大饭店又成为了新的矛盾出发点。释永信本人也一直基于少林寺自身的利益需求，要求让寺庙从宗教活动场所变成独立自主法人，能注册公司、商标，开立银行账户，有财产处置权。这次释永信被调查，除了对僧人最具杀伤力的性丑闻，又将触及到少林寺巨大利益背后的归属与分割。释永信的案子可能还牵扯到中共前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今年6月，网红蒋网正在其个人频道发布消息，王作安被调查。王作安从1987年8月后，长期在中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工作，先后任副局长、局长。2018年3月升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担任宗教事务局局长。2022年6月退休。释永信在2015年被举报后，河南省官方称证据不足，得到了中共宗教事务局的背书，正值王作安担任宗教事务局局长。2010年9月，王作安访台，亲自接到法轮功学员递送的诉状。根据台湾法轮功律师团指出，王作安在2009年9月前
担任前局长叶小文的副手，通过宗教、教育、媒体等系统散布污蔑法轮功的言论，鼓励中国人民仇恨法轮功，成为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的借口。目前，在中国境内因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人数高达数千人。王作安成为全球法轮功人权律师团的追诉主要对象。就在中国内部天灾人祸丑闻不断的同时，国际上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正在发生对北京极为不利的变化。7月27号，美国和欧盟宣布达成了一项重大的贸易协议，该协议将对欧盟出口到美国的大多数产品征收15%的统一关税，远低于原定8月1号实施的30%关税。根据协议，欧盟承诺将在未来数年内向美国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同时增加6000亿美元的对美国直接投资，开放各国市场与美国进行零关税贸易，并购买大量军事装备。双方同意，汽车和绝大多数商品将实施15%的进口关税，唯有药品和金属产品不在涵盖范围内。那这项协议的达成，标志着双方历经数月紧张谈判后的重大突破。这个消息对北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在过去几年的贸易战中，北京一直在试图拉拢欧盟来共同对抗美国。而现在，欧美重新握手言和，意味着北京的联欧抗美策略彻底失败了。那这还不是全部，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和英国、日本、印尼、越南等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有评论认为，一张针对北京的关税包围网正在悄然生成。好的，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